印度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近期终于成功起降了自己的国产光辉战机，追赶上了我国山东舰的水平。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最近印度国内充斥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为什么呢？因为印度自家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上终于起降了印度国产光辉战机。而光辉这款战机是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直到2015年才服役空军。为了让这款战机能够在自家海军服役，在2020年这款战机才在自家的超日王航母上完成首次着舰飞行。而到了现在，这款印度国产战机终于在印度的国产航母上完成了自己的起降，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获成果。这对印度来说自然是一件值得举国欢庆的事。在这之前，大家提起印度的装备，第一印象都是万国制造。虽然印度国内有着上百万的军队人数，但是国防工业却一直跟不上来，十分落后。想要满足这上百万人的武器需求，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解决自家军队的武器问题，印度想到了和我国相似的一招，买。得益于庞大的人口优势，印度在近些年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5大经济体。因此，印度就开始了买的模式，海陆空三军装备全部都买了个遍，连航母都是从俄罗斯那儿买的。靠着这买的氪金方式，印度在短时间内就组建起了一支全球顶尖的强大军队。但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得印度军队内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很多时候，自家军队人员都不熟悉这些装备的操作，就连维修都要依靠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才行。并且经过自家人员值守的装备还都出现了大量的故障，每年都能发生好几起坠机爆炸事故。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重振印度军队的形象，同时也为了印度的国防工业崛起，让印度追赶上中国的步伐，乃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印度便开始了自力更生计划，打算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内，将印度军中的装备全部替换为印度制造。印度在实施完这个计划后，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这些武器的实际性能饱受诟病，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印度国防工业走向自主化的体现。维克兰特号航母、阿琼坦克、光辉战机都是印度武器走向国产化的产物。纵观印度航母的发展史，其实和我国十分相似。我国第一艘航母就是通过购买乌克兰的瓦良格号改造而成。印度现在的第一艘航母也是通过购买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号改造而成。双方同样也是觉得一艘航母根本不能满足自家海军的需求，都开始了打造属于自己的国产航母。不过也正是从这时候，差距就出来了。现在我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从17年下水到19年服役，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航母上搭载的歼15舰载机也进行了多次实战化演习，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实战能力。而印度的维克兰特号则是13年下水到22年服役，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战斗力更是为0，连有源相控阵雷达都没有安装。从数据上来看，我国的山东舰要比印度维克兰特号晚4年下水，却实现了提前3年服役。舰载机的差距更加明显，我国的歼15舰载机是在山东舰还没正式服役的前一年，2012年就实现了服役，而印度的光辉舰载机在2001年才实现首飞，至今都没有服役。并且光辉战机是一款轻型多用途战机，而歼15却是一款30吨级别的重型舰载机。在划分上，光辉也只能算是一款3代机，而歼15则属于4代机。无论是航母还是舰载的性能战力上，都要不如我国的山东舰。不过抛开性能不谈，印度在航母以及舰载机上的进度算是追赶上了我国的山东舰。毕竟我国山东舰是国产航母加国产舰载机，而印度的维克兰特号也是国产航母加国产舰载机，二者都属于同一梯队。所以面对印度海军取得的这一成绩，我们还是不可小觑的。毕竟现在全球有航母的国家也就只有9个，23艘，
其中美国一个就占据了11艘，剩下的拥有双航母战斗大集群的只有中国、印度、英国、意大利，而意大利的2艘1万吨出头的航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印度海军现在拥有着双航母战斗大集群，已经能够跻身进世界前4了，距离实现印度自己大国梦想的步伐也越来越近了。